本期视频您将看到著名列车富士山下秘密基地和牛爽吃。好的，各位早上好，我是虾，相信我不吭声，各位应该也能看出来我现在在哪儿了。欢迎来到传说中的超级大迷宫新宿车站。我们今天即将从这里出发，搭乘著名的富士回游号列车，直达富士山脚下的河口湖。在一周中天气最好的一天，坐缆车在山顶感受富士山的壮丽，又搭乘日本战国时代风满满的武田信玄游览船在湖里边兜风。之后沿着河口湖一边骑行，一边在湖边宁静的秘密基地欣赏富士山的美景，并享用美味的本地特色料理。随后再伴着夕阳返回东京，黑毛和牛烤肉放题吃到爽，这将会是爽到爆的一天。那么话不多说，我们进站。JR 现在新宿站一共有16个站台，但其实只要跟着头顶的引导走，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今天要乘坐的就是屏幕上的富士回游3号特急列车，将于早上7点半从10站台发车。那么我们就只需要跟着引导过去就好了。新宿站9站台和10站台是中央线特急的专用站台，车并不会像那些地铁类似物的站台一样频繁进出，倒是可以一边等车一边欣赏隔壁站台的列车进进出出。新宿站的这些1231、1233之类的，我其实觉得还挺耐看的。现在进来的就是一会儿要送我们去河口湖的 E353系列车，群列编组12节，但并不是全部的12节车厢都会到河口湖。这趟车其实是阿兹萨3号和富士回游3号两趟车拼在一起跑，从千叶始发到新宿接上我们，随后在中央线上一路向西，途经利川站和八王子站，并在山梨线的大月站分开。前9节阿兹萨3号会继续向西前往甲府和松本方向，而后面的3节富士回游号会直通进富士急行线，一路前往富士山脚下的河口湖。富士回游号全程104.1公里，正点用时1小时58分钟。当然，这样的跨公司直通，乘客并不会有什么感觉，坐在车上等车自己开进去就行。所以各位上车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票面显示的座位对号入座。这个车坐错车厢是真的要被发配到不知名的乡下去了。这个头对头的连接处的后边的3节才是我们的富士回游号。虽然说一会儿上车后还可以通过这个连接处往来于2趟车之间，但是上车的时候还是直接就从自己的车厢上去比较好。E353系为了方便连接过道的设置并保护司机安全，驾驶室设置在上方，也就造成 E353系正面看上去瘦高的。但相比墙一样平的正脸，正门旁边的这个显示屏我是真喜欢。这块屏幕会滚动播放日语和英语的车次信息，还有一个身份证一样的雪顶富士山插画在后面，一下子就把对富士山的期待给带出来了。有不少游客也会在这儿拍照留念，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发车时间。这车在新宿它只停4分钟，并且座无虚席，漏乘的话就真的不好玩了。不过其他几趟富士回游列车都是新宿站始发，这些车会在站台上停的稍微久一点，拍照的话呢也能松快一些。早上7点半，富士回游3号准点由新宿站10站台发车。如果您是像我一样坐在列车右侧的 A 座位的话，发车之后就能欣赏到在无数电影电视剧中都出现过的新宿大路口，还有旁边各种熟悉又陌生的广告牌和楼顶巨大的小钢珠招牌。左边这个棕色的楼就是西武铁道的西武新宿站，而某个很著名但是著名的原因有那么点一言难尽的公园就在这栋楼后边不远处的地方。出新宿站后，我们很快就会脱离与山手线的平行区间，向左一个大弯，然后就是一个放眼整个日本都很难找到第二个的25公里超级大直道，也是我觉得全日本的列车跑起来最稳的一个区间。我们的列车在这段直道上不会经停任何一个站，一脚油直接干到直道另一头的利川，这就很爽了。富士回游这个车应该算是从东京都心到河口湖方面最方便的铁路交通了。从新宿出发，你中间不用任何的换乘，直接就可以到河口湖站里边，到河口湖底站。我们来看看这车里边有什么东西吧。这个车还是挺舒服的，我觉得是比大巴肯定是要舒服太多了。座位呢就是普通的2+2，但是各位可以看到我头顶有这么一个灯，这个灯的意思呢，其实是一个预定座位的状态。如果是红灯，那这个座儿现在就是空了；如果是黄灯，下一站上人；如果是绿灯，那就是这个座儿已经被人定了。那各位可以看一看现在车厢里边的这个状态，就基本上是全绿。今天这个车是全满，确实算是这几天为数不多的好天气了。一个非常常规的挂钩，桌子很大，可以直接铺一个电脑。下面的话，这个网兜就能放一点点东西吧。这边还可以放一瓶水，然后这个东西，这个是插座，就非常的方便了。特别是我今天
昨天晚上忘了给手机充电了，手机是40的电出来的，这救老命。剩下的倒好像也没有太多特别的东西。衣服钩还挺大，分隔的窗户，所以呢就可以独立的控制你自己的半扇小窗。说是小窗，其实这个窗户真的不小，看风景还是很舒服的。现在我们在中央线上，这个车在中央线要跑巨长的一段直道，所以现在还非常的稳，就我很满意，我很喜欢。利川站，东京西边的一个比较大的枢纽站。其实来东京玩的话，如果不介意到市中心的距离有点远，住利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都有大巴直达，而要去富士山的话，这个地方富士回游也会停车上下客，其实还是很方便的。列车正在通过高尾站，绝大部分的橘黄色中央线列车最远就开到这里了。过了高尾，列车就将离开东京都，进入山梨县的山区，线路逐渐曲折起来。但是作为主动摆式列车，这才是 E353系真正的优势区间。过弯的时候，它会主动的抬高一侧的车身，让列车以更快的速度，如同 Smooth Operator 一般丝滑过弯。某种程度上，其实有点爽的。我刚才为什么那么强调提前买票，就是因为这还没到最旺季的时候，没买到指定席座位票的游客就已经把过道挤得跟春运的绿皮硬座一样了，并且呢，不只是富士回游这边这么挤，穿过两列车的连接处，阿斯萨号那边照样挤成春运，而那边的很多游客呢，一会儿还要换到这边来，如果没有座位的话，这个舒适度，我相信是没有人想体验的。马上就是7、8月的日本旅游超级高峰期，各位如果要来的话，真的赶紧定行程，赶紧买票吧。这真不是我打广告，日本人自己就特别喜欢提前好久就把事情定下来。现在又加上这么多的游客，热门列车的抢票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锁定好了。哇。这个车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要挤太多了，每一个过道都站满了人，所以还是推荐各位一定要提前买好票，真的。这个过了高尾之后，这车会进山，在山里边的话，这个铁路上的东西是不会稳的，这又不是国内，所以就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厕所吧。我本来是想去这个阿斯萨号那边的，但是不行，太挤了。这个是一个，这个厕所吧，是一个这个无障碍卫生间，所以就非常的宽敞。这边婴儿椅什么的，内饰也用的是这种仿木纹的，还算是比较亮堂的。然后这边像什么冲水按钮啊，包括这种日本人最喜欢的滋水枪。哦，好像这个车好像没带，这个车稍微有一点点年头了。整体上还是很可以的。嘛，也就差不多这样了。镜子倒也很干净，而且后边这个背光，这个装饰我很喜欢。欢迎来到大月站，我们将在这里和前面的阿斯萨3号列车分离，他们先走，继续沿中央本线开往松本，而我们即将在他们之后转乘富士急行线，继续前往河口湖。解挂前，工作人员会跑到阿斯萨的车上去捞人，把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一脸懵逼的乘客喊下来，所以就会不断的有乘客拎着大包小包从阿斯萨号上跳下来往富士回游这边冲刺。这时候要是留在那趟车上面坐过站，一会儿再折回来，这浪费的时间和路费就难受喽。好的，现在我们变成只有3节的小火车了。从这里往前呢，就是富士急行线。这是一条于1929年开通的地方线路，有很多急弯，所以我们只能慢悠悠的晃悠过去。目前这块离富士山还有点距离，只能看点旁边的村和稻田。不过今天的天气是真的不错，一扫前几天的阴雨连绵。一会儿到了河口湖，富士山肯定会非常漂亮。下吉田站，这站下车可以前往新仓山浅间公园，那个著名的塔加樱花加富士山的照片就是在这个公园拍摄的，樱花季会非常漂亮。但是这里吧，离河口湖其实还有点距离，我们继续往下坐吧。No, but I want to. So we did that yesterday, and we were like, yeah, it's worth it. It's worth it to go. Sure, I go to the top. If you Yes, yeah, yes. so you 欢迎来到河口湖站，富士回游列车的终点站。但其实现在刚刚早上9点半，阳光正好，天空很蓝。这么好的天气，要是和一般的游客去挤公交车，那可是太浪费了。所以，我亲爱的买菜车伙计，初次见面，今天就靠你了。
这样的租自行车店在河口湖站边上就有好几个，并且呢，虽然是个菜车，这家伙也是有变速器的，并不是最传统的那种，应付一下简单的坡还是问题不大的。而拿到自行车后的第一站，欢迎来到那个著名的罗森便利店。跑到这里来原因无他，这家店的位置实在是太近了，出火车站拐个弯走2步就到，并且那块可能是全世界最出名的一块黑布也早就撤了，现在随便拍。不得不说这个效果拍出来确实不错，我的摄影技术吧稀烂。各位如果有来这里的话呢，也可以评论区秀一下你们是怎么拍的，我也学习一下。骑行的话呢，就不用瞄着巴士的时间来排行程，也不用卡着下一趟车的时间急急忙忙的往巴士站攻，并且自行车作为一个随走随停的交通工具，你可以在任何你觉得漂亮的地方停下来拍拍照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往前走，就非常的悠闲。当然了，这个缆车我是来之前就买好票了，这东西打我头一次知道它的存在就一直想坐。进来之后头顶还有小燕子飞来飞去，非常的可爱，就是注意不要站在它的正下方，小心它一开心给你甩俩空投。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缆车一趟能拉一堆人，所以得抢到朝山下靠窗的位置才有好风景看。随着缆车越爬越高，整座河口湖尽收眼底，湖面波光粼粼，映射出天空的蓝色。而当我们抵达山顶，往另一个方向看，空旷的原野中只有富士山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俯视着日本列岛的一切，而周围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山。亲眼所见，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富士山这么一座并不算特别高的火山会成为日本文化乃至整个国家的象征。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河口湖这边了。这个缆车也就是看着说啊有个缆车，我喜欢登高，买着坐一坐，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能有这样的风景。这个再加上今天这个天气，下午可能会上云，但是现在真的，哎呀，我太开心了。当然，因为来这里的是全世界的游客，为了适应不同地区游客的喜好，这边还有一些人造的景观可以搭配着拍富士山。不过上面的那个秋千呢，要单独交钱，小情侣来应该不错。我这种单身中登还是算了，毕竟我在这个说是能求桃花的小神社扔瓦片祈福，都能骗得跟没错圈的科沃2一样。下山后不远处就是河口湖游览船的码头，可以坐船的湖中心转转。不过吧，这个码头旁边就是公园鸭子船的活动范围，所以每次出发前，大船都得嗷2嗓子。好嘛，这声音听着跟水井出来抓大飞了一样。这条船采用了日本战国时期武田家风格的装饰，河口湖这一带当年就是他们家的控制范围，所以这条船还挂了一个武田家的武陵家徽旗，另一边也有隐隐风林火山的武田信玄军旗。这几句诗还是源自《孙子兵法》。旁边介绍的喇叭也是用的是那个时期的风格的日语，带来非常独特的日式战国氛围。今天有点热，坐船出来在湖面上吹吹风，看着快艇从山下驶过，拉出一道道尾迹。旅途不一定要一直都很赶，这么悠闲的享受时光也很美妙。午饭我在湖边随便找了一家日式餐馆，这家店叫慈鸡鸭，主要做日本传统料理和山里本地的地方菜。店里也是非常日式的装修风格，还有榻榻米可以坐。菜品的话有天妇罗、荞麦面、生鱼片和各种日式定食，以及山里特色的火头大块面条。汤底是南瓜和其他蔬菜煮的味增汤，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那么今天的午饭就是它了。哇！因为日本其实这种比较厚的大块面条它不好找，就得找这个东西啊，真的好吃，真好吃。这家店的汤底还加了一点咖喱粉，味道的层次更丰富一些，非常好吃。夏天是吃河鱼的季节，所以我又加了一条口红鳟，当然不是国内那种鲤鱼一样的大红鳟，日本的都是一人份的小个头。这条鱼就是最简单的盐烤，味道不错，但确实我还是会更喜欢北京怀柔山里农家乐的那种有辣椒和孜然的烤鱼，层次会更丰富一些。吃饱出门，下午我们沿着河口湖继续骑行。
我一直觉得自行车是一个既有不慢的移动速度，又能让你一直和沿途的风景人文有交流的交通工具。有些地方巴士会直接跳过去，但如果是骑车，你就可以停下来拍拍照、看看风景。就比如这里，这其实是一个隧道的外绕线。自行车走隧道的话比较危险，所以地标会引导你走外面。而在树林和湖边的草丛后面，有一片非常宁静的空地和浅滩，并且正对着富士山。如果是坐巴士的话，因为走的是隧道，你甚至没有机会发现这里。但现在这个秘密基地远离嘈杂的景区核心，即便是在旺季，你也终于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欣赏富士山的美了。如果只用一天悠闲的骑的话，河口湖对岸这个自然生活馆差不多就是终点了。这里其实是一片商业区，出售一些旅游纪念品，比如这个大阪世博会吉祥物配色的毛巾，甚至还有指甲刀以及种子。可能这就是乡下的纪念品商店吧。我自己都在东明高速路的休息站买过便宜大白菜。这里的纪念品种类非常多，大家可以过来慢慢逛。湖边还有一片浅滩，很多游客会来拍照。但这块的土其实是类似沼泽的状态，下去的时候要注意每一脚都得踩在石头上，不然小心晚上刷鞋刷到爽。不过这一片地区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大石公园不同种类的小花们。各位应该刷到过不少那些前景是花儿后景是富士山的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并且这个地方不仅拍出来好看，实际在这里肉眼看亲自感受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漂亮。漫步在花海中，富士山就在前方，这里坐巴士也能到，非常推荐大家到时候来玩。休息片刻，补充一些水分，差不多也该往回走了。回程我并不是完全走的原路，而是爬到了河口湖大桥上。天空中的云层逐渐变多，富士山也隐秘到了云中。而在另一边，霞光透过云层的缝隙洒在河口湖周围的山上，云端的空气也变得有些金灿灿的。而当我们回到车站，即将接我们回东京的 E353系列车早早就停在站台上等候，后面的富士山也又露出了一角，默默目送我们这些游客一边离开，一边回味今天的旅程。回程的列车沿着富士急行线回到大月，挂上另一趟阿兹萨号后，又一起向东京狂飙。骑了一天的车，我也终于能休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夕阳西下，列车又走上了来时的大直路，穿过密集的居民区，路过我也曾经住过的中野，回到了新宿站。不过我们的旅程并未结束，白天已经消耗那么多卡路里了，我们现在去吃烤肉。秋叶原的这家肉屋横丁和牛放题算是我在东京市区最喜欢的一家黑毛和牛烤肉放题店了。这家店没有预约，基本不可能进去。我2年前就吃过闭门羹，搞了当天晚上差点都没饭吃。就座后，他们首先会给你上一盘综合的牛肉作为 starter， 然后你会收到一个小牌子，用这个牌子就可以在门口的肉柜点各种肉回来烤，每一款都非常的好吃。同时，他们的小菜也是手机扫码点餐随便加，有中文菜单，用起来非常方便，并且他们有很多自己开发的小菜都很好吃，非常推荐各位来的时候试一下。至于我嘛，除了肉，我最喜欢的那当然就是这个了。而且这家店还有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他们的菜也是不限量，这可是日本。各位如果看过我之前视频的话，应该知道我对于这种新鲜生菜有多么强烈的渴望。大家用餐愉快。这顿晚饭真的扫去了我一整天的疲劳，并且这种玩完一天又休息过后再来吃和牛放题的感觉，痛快的就像晚高峰在体育西路刚挤上车，面前就正好有一个座，吃完再散散步，感受一下东京的夜晚。虽然我本身就住在东京，但今天一定会是放眼我在日本的全部日子里边最难忘的一天之一。感谢一路上所有工作人员的服务与协助，也感谢大家能看到这里。如果要来日本玩的话，欢迎在评论区和大伙聊聊你的行程想法。如果各位喜欢这种铁路和旅行结合的视频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并点赞投币收藏关注一波。你的支持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旅途辛苦啦，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也祝暑假来日本玩的各位旅途愉快。